9月19号，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和中南海的红墙之内，一根热线连接了2个多小时，一边是79岁的特朗普，一边是习近平。按理说，这世界头号和宣称是2号强国的领袖聊这么久，至少能给紧张的世界局势降温吧。但是怪事就发生在电话挂断之后，美中两国好像瞬间进入了2个完全不同的平行宇宙，各自拿到了一份截然不同的通话记录。特朗普这边是阳光灿烂，成果斐然，他就像一个刚从超市大采购回来的丈夫，兴高采烈地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亮出了一张清晰的不能再清晰的购物清单。我刚和习主席通完一次富有成效的电话，在贸易、芬太尼、结束俄乌战争和批准 TikTok 交易等许多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紧接着扔出了一颗外交重磅炸弹，一份详细的分3步走的外交路线图。第一，韩国的 APEC 峰会上会面；第二，明年初我会去中国；第三，习主席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来美国。时间、地点、人物、后续安排有鼻子有眼，明明白白。然后我们再看北京这边，新华社的官方通稿通篇都是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做出战略指引，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甚至还情深意切地从80年前的2战飞虎队说起，大谈特谈两国的历史友谊。但是对于特朗普那张购物清单上的所有具体内容，特别是那个石破天惊的 APEC 之约和后续互访安排，通稿里是提都没提，一个字都没有。相当于同一通电话，一个说老婆，咱俩说好了，下个月去夏威夷度假，机票我都看好了。另一个却对邻居说，我跟先生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我们回顾了当年结婚时的美好岁月。这背后隐藏的要从习近平身边最核心的人物说起。钟绍军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很陌生，但他却是理解当前中南海权力博弈的一把关键钥匙。这个从浙江一路跟随习近平进京的心腹，从地方秘书到军委办公厅主任，10年间一直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传声筒和监军。今年春天，他突然被调到国防大学当政委，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明升暗降。到了9月，海外爆料更是升级为他已经被抓，罪名是与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合谋贪腐卖官，号称军中第一探。这消息简直像一颗核弹。想想看，一个政治强人最核心的权力支柱是什么？军队。而军队中最重要的职位不是那些表面上的司令员政委，而是那些掌控信息流、决策传达和监督体系的关键节点。钟绍军就是这样一个节点，他的消失意味着习近平与军队之间的那条最直接、最可靠的指挥链条被切断了。如果连这样一个核心心腹都出了问题，那说明习近平在军中的掌控力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就在钟绍军传闻满天飞的同时，另一枚炸弹引爆。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了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等一众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汪志斌这个人尤其值得注意，他去年底刚接任火箭军纪委书记，本来是习近平派去清理火箭军烂摊子的新刀，结果不到2年，自己反倒成了刀下之囚。这说明火箭军的清洗已经失控了，他不再是简单的查旧账，而是直戳习近平的军中布局。有分析认为，这背后指向的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他正在借反腐之名逐步架空习的军中亲信。这种军中地震让人不由得想起历史上那些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一个政权的生命线开始出现这种无法解释的大规模高层清洗时，通常就预示着最高权力已经不稳。如果说军中的动作是明火执仗，那地方的人事变动则更是绵里藏针。9月14日，青岛市委常委孙永红被查，这看似是一起普通的地方官落马案，但细究背景，却直指总理李强的政治根基。孙永红被认为是李强的老部下，现任上海市长龚正的马仔。更有爆料说，他的妻子还是前副总理刘鹤的同父异母妹妹。在4中全会前夕动这么一个关系网错综复杂的人物，目标显然不是他本人，
而是他背后的公正乃至李强这个政治班底。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高调拉拢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有传言称胡春华将担任四中全会筹备组组长。这些都被解读为团派势力正在重新集结，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重新洗牌，削弱习近平的绝对控制力。甚至连一些看似八卦的传闻都折射出体制深层的溃烂。比如香港影星刘德华为什么能官拜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副部级待遇？坊间有传闻说他其实是中共元老陈云的私生子。不论真假，他确实反映了一种民间心态，那就是大家普遍认为这个体制的用人逻辑早已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血缘和背景。整个系统已经沦为一个由赵家人和他们的私生子门客所把持的封闭俱乐部。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在那通世纪通话的几个小时前，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会出现那个尴尬的场景。全世界的记者把问题抛给了发言人林健，说主席先生今天就要跟特朗普总统通话了，中方有何期待？这本该是北京展现大国风范、引导舆论的绝佳机会。可林健的回答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面无表情地吐出几个字：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在外交场合上，这几乎就等于公开承认，别问了，我们家里乱着呢，一把手要干啥，我们底下人也没谱。这时候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不敢轻易答应特朗普那个看似友好的未来之约，因为他根本不确定到了明年他自己是否还能安然坐在那个位置上。每一次最高领导人的离京都可能是一次权力真空的冒险。特朗普那份过于长远和具体的计划恰恰碰到了中共当下最敏感的神经，最高权力的稳定性问题。然而这场危机的爆发并非一日之寒，当前的内外交困只不过是过去10几年一系列重大战略误判所积累的恶果。这就像一个赌徒在输光了所有筹码之后，才发现自己早已无路可退。历史学家易中天老师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中国的国运正在转向下坡路，开始进入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叫改朝换代的悲惨时代。他总结了4件对中国国运造成致命冲击的大事。第一根钉子就是中美贸易战。过去几十年国运上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搭了美国人的便车。结果来了一个不愿意当冤大头的特朗普，你非但不顺势而为，让渡一些利益，反而选择硬扛到底，跟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成为敌人。这在战略上是致命的误判，等于是主动切断了自己最大的营养来源。第二根钉子是香港国安法。香港是什么？它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最重要的窗口和金融脐带。结果为了所谓的安全，亲手把这个能下金蛋的鹅给掐死了，自毁前程莫过于此。从此国际资本用脚投票，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外部循环被彻底堵死。第三根钉子是长达3年的上海封城和全国封控。易中天老师认为，这在经济史上将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神操作。在和平年代，一个国家让自己的经济停摆3年，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这3年造成的供应链断裂、消费信心崩溃、民营企业倒闭潮，其后遗症到现在都无法恢复。第4根钉子就是与俄罗斯为伍。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告别苏联、拥抱西方的历史。70年代与美国建交，国运才开始上升。现在重新选择与一个正在发动侵略战争、被全世界孤立的流氓国家深度绑定，这等于是在国际道义和地缘政治上主动选择了最差的一条路。今天俄罗斯的猪队友在外交部记者会上那个提问，关于合作开发北方海路，简直就是最佳的讽刺。北京正想方设法从俄乌战争的泥潭里往外摘，结果俄罗斯主动跑上来搂着你的脖子，对全世界说，你看我们俩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这4个战略性的误判，每一个都足以动摇国本。当它们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风暴。贸易战导致外部环境恶化，国安法切断了资金来源，大风控摧毁了内部经济活力。
联俄抗美又堵死了所有外交上的回旋空间。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在决战前的最后一刻，北京会陷入那种惊人的沉默。特朗普给习近平出的是一道看似简单，实则无解的选择题。摆在面前的胡萝卜是 TikTok 协议的批准和元首会晤的面子，但要接下这个胡萝卜，就意味着在 TikTok 的主权和收益上必须接受特朗普开出的城下之盟，老板都得是美国人，美国政府还得抽一大笔佣金。而如果不接这个胡萝卜，选择硬扛，那身后的大棒已经高高举起，一个你再也啃不动的全身是刺的台湾，整个西方世界可能的经济围剿和二级制裁，悬在头顶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军事威慑，以及内部早已离心离德、暗流涌动的权力斗争。这道题怎么选都是输。接受是公开的屈辱，会点燃内部早已压抑的民族主义烈火，烧到自己；拒绝是现实的崩溃，可能面临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全线崩盘。因此，我们看到的这种决策瘫痪，已经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选择问题，而是一个体系走到了尽头的结构性失能。他就像晚明的崇祯皇帝，面对着关外的满清和关内的流寇，他既没有能力彻底开战，也没有勇气主动求和，只能在摇摆不定中眼睁睁地看着整个王朝走向崩溃。这种依赖外交成果来维系内政稳定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每一次这样的尝试都标志着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性危机。当一个统治者需要通过外交的面子来证明自己的里子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自己内在权威的衰落。真正的风暴还在中南海的红墙之内酝酿着。